大家好，我是小小，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频道平常都是云阳大哥带大家看影和地缘政治，但今天这一集细说土耳其的全新系列企划，人家一看到剧本，实在是超级惊艳的了。因为这段历史的精彩程度，简直就是开了外挂的大魔王养成记，所以人家就又把这一集的配音抢过来了。云阳大哥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很少来上班也，但那个不重要了，大家一定是最喜欢小小的配音的。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夺权啊，讲错了，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努力前进的动力哟。还有，在故事开始前，请记得一定要先帮小小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并分享出去哦，谢谢大家了。系列总前言：横断历史的大魔王。之前我们在制作细说伊朗系列时，人家还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但后来到了制作细说黎巴嫩系列，还有细说伊斯兰系列的时候，人家发现中东的这些国家真的每一块土地上都拥有上千年的超辉煌历史呢。但是好奇怪哦，当他们的历史要对接到现代国家时，除了伊朗以外，所有国家都被同样的一把巨大的刀横在一战前，硬生生地把这些国家的古文明与现代国家给切断了。这把无形的巨刀，这个终极大魔王，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鄂图曼土耳其帝国。为了帮大家更深入地研究中东这块土地，人家决定要把历史更往前追溯，带大家一起直视这个曾经的中东大魔王。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能终结中东各国文明历史的魔王究竟是怎么养成的，而他与阿拉伯及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究竟是谁影响了谁？甚至我们还要探讨，在一战战败的巨大屈辱中，又是如何神奇地站起来，摇身一变，成了中东各国现代化的超强模范。就请跟着小小一起来细细品味这个横跨400年的超级强权究竟是如何养成的吧。第一部分不是只靠打打杀杀的拓荒武士。时间回到西元1299年，当时有一支名叫奥斯曼的突厥小部落，为了躲避东方蒙古帝国无情的铁骑，一路上被挤压到了安纳托利亚半岛的最西端，刚好与信仰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也就是东罗马帝国接壤。就在这一年，他们宣布独立了，这就是鄂图曼帝国的起点。以前的历史学家常常很偷懒，喜欢用加奇理论来解释他们的扩张，觉得这群土耳其人就只是一群狂热的圣战士，完全是靠着消灭异教徒的宗教狂热才打下了一大片江山。但近代的历史学家发现，真相远比这复杂的多哦。早期的鄂图曼帝国根本就不是一个宗教法规森严的死板国家，相反的，因为身处不同文化交界的边疆地带，他们反而展现出了极度不可思议的宗教包容力与文化融合。人家觉得这才是他们能迅速扩张、吸收庞大人口的真正秘密哦。第二部分，打破界限的秘密武器——拜克塔什苏菲教团。在这个疯狂扩张的过程中，有一个名为拜克塔什的苏菲派神秘主义教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那时候安纳托利亚的民间信仰非常多元，而拜克塔什教团的神学观非常宽容，而且超级以人为本。他们一点都不执着于严格的教条，甚至在传教的时候还会吸收许多当地基督教的仪式呢。例如，他们会实行类似基督教分享面包与忏悔罪过的仪式。哇，这对当地的基督徒来说也太有亲切感了吧。这种高度融合的非正统伊斯兰，让当地原本信仰基督教的农民与贵族感到非常舒服。所以在鄂图曼扩张的初期，帝国并没有强迫成年的基督徒大规模改宗伊斯兰教。相反的，许多基督教的贵族甚至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封地，直接宣誓效忠鄂图曼苏丹，高高兴兴地为这个穆斯林帝国征战呢。是不是很有智慧呢？第三部分，基督徒男孩与伊斯兰精锐
耶尼切里新君。这种宗教与文化的包容，甚至还催生了鄂图曼帝国最令人闻风丧胆的终极军事机器——耶尼切里，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土耳其新君。大家要知道，鄂图曼帝国早期的扩张方向主要是在欧洲，这让他们很早就接触到了意大利威尼斯还有匈牙利等地的先进火器技术。帝国高层非常务实，只要能打赢，连异教徒的工匠都照样花重金聘用。而这支耶尼切里新军，正是当时全世界最早全面装备火绳枪的常备步兵团之一哦，简直是点满了科技树。当时的鄂图曼统治者实施了一项名为德夫希尔梅的特别制度，会定期从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家庭中征召男童，这些男孩被带到首都，改宗伊斯兰教，并接受最严格的军事与行政训练。好玩的是，这支由前基督徒组成的帝国最精锐部队，他们在军队中的精神导师，竟然就是人家刚刚提到的拜克塔什苏菲教团。这群新军对苏丹保持着绝对的忠诚，并拥有极高的社会流动性，许多人甚至一路开挂，晋升为帝国的宰相呢。靠着这种灵活的政治手腕、对异教徒的包容，以及这支融合了各族精英的超强新军，使鄂图曼帝国就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吞并了拜占庭帝国，并将版图疯狂扩张到欧洲的巴尔干半岛。第4部分，1517年，政教合一的大魔王完全体。然而，这个充满弹性与包容力的边疆政权，却在16世纪初迎来了反转。西元1516到1517年，拥有大炮和火绳枪的苏丹塞利姆一世发动了恐怖的闪电战，彻底摧毁了曾经的伊斯兰世界老大哥马穆鲁克苏丹国。现今我们熟悉的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通通被纳入版图，而他的宝贝儿子苏莱曼大帝则接着在1534年攻下了现今的伊拉克。天啊，大家发现了吗？这些地区一直要到20世纪一战结束后，才从英法两国在谈判桌上的自私划线中，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现代国家。但在16世纪时，他们全都成了大魔王的行省。不久，最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塞利姆一世还顺手接收了伊斯兰教的2大最高圣城麦加与麦地那，从此名正言顺地取得了伊斯兰世界哈里发的神圣头衔。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帝国东边的波斯强行将什叶派定为国教，这对鄂图曼构成了巨大的意识形态威胁。为了对抗东边这个什叶派强权，加上现在自己又是全球逊尼派名义上的最高老大哈里发，鄂图曼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开始从原本宽容混合的苏菲主义，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直接走向了严格正统的逊尼派伊斯兰。至此，这个横跨欧亚非大陆政教合一的超级强权，终于在此刻解锁了它的完全体姿态，达到了国力的最顶峰。结语：种下内耗的种子与下集预告。从一个包容的边疆小部落，变成手握绝对宗教解释权的横跨欧亚非大帝国。这个魔王虽然达到了权力的巅峰，但这种强行正统化的代价，却是让国家机器开始变得越来越僵化。当一个国家开始用最高、最死板的宗教教条来检视自己的人民时，社会的撕裂与空转就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发生了。下一集，小小就要带大家把时间推进到17世纪，看看这股为了对抗外敌而激化出来的正统焦虑是如何在内部彻底失控，反噬了帝国自身，甚至引发了一场名为卡迪扎德里的极端宗教进化运动。这场保守派与苏菲派的生死决斗，又如何让土耳其陷入了万劫不复的疯狂内耗？听说到时候连喝杯咖啡都有可能被砍头哦。如果你喜欢小小今天带来的硬核历史，请一定要帮人家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并分享出去哦。小小会非常感谢大家的。我们下一集见咯，拜拜。